女儿失踪了，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她。从女儿的日记里，我发现自己12年前做下的恶，可能要报应在女儿的身上。可是我不敢，也不能报警。2021年5月2日9点，我发现女儿周怡失踪了。她在我的梳妆台上留下了一个便签，上面写着：“爸妈，再不离开我会死，所以我走了。”我老公周周颤抖着夺过便签，反复确认了是女儿的字迹后，一把推开我，在家里四处呼喊找寻。然而回应他的只有空荡荡的回声。女儿失踪后4个小时，我和老公去报了警，警察同志记录在案，表示会全力帮我们寻找，让我们自己也到熟悉的地方去找一找。闺蜜、同学，她所有可能联系的人，我们分别打电话一个个询问。答案除了没有啊，她不在，不知道在哪里以外，根本得不到我们期望的答案。学校、补习班、公园、网吧、商场、车站，她所有可能去的地方，我们都找遍了，没找到人。除了在小区的监控录像里看到她在凌晨5点，在小区门口上了一辆没有号牌的车后，就再无踪迹。女儿失踪后8小时，一无所获，我瘫坐在女儿的房间。老公还在不停地给亲戚朋友打电话，问询女儿的消息。早恋私奔，被诱拐，抑郁自杀。我脑海中涌出的各种不好的猜想，让我如坐针毡。昨晚睡前女儿的身影，仿佛就在眼前。怎么醒来就不见踪影了？女儿周怡的房间是按照童话公主的规格打造，华丽的欧式家具，梦幻的蕾丝床单，满满少女心的玩偶，这一切都是我们精心设计的。女儿出生以来就是乖巧的天使宝宝，从小到大基本上都不用我们操太多心。早熟懂事的女儿不仅是我们贴心的小棉袄，也一直是学校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代表。也正是因为她的乖巧懂事，我跟老公一个沉迷赚钱不能自拔，另一个则泡在美容院里忙着逆生长。我神经质般环顾四周，希望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内心无比期盼着奇迹的出现。往常整齐的书桌异常凌乱，原本在桌上放着的全家福，不知什么时候被扔进了垃圾桶。我盯着被丢进垃圾桶的全家福，陷入了沉思。是平时对他的关心太少了吗？他的出走是叛逆期的抗议吗？想到这个可能，我连忙拉住仍在打电话的老公，跟他一同回想女儿的异常行为。好像是在1个月前，女儿就好像有了心事，经常叹气、走神，对我们的亲昵也有些排斥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也是含糊带过。当时我以为这是女孩子青春期的正常现象，现在想想确实有些不对劲儿。女儿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能让她厌弃亲生父母，甚至不告而别，离家出走呢？日记，对了，日记。正在我们翻遍房间一无所获时，我看着上锁的抽屉，突然想起女儿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。只要找到日记，就能知道她的经历，了解她的想法，说不定还能有她去哪儿的线索。老公二话不说，拿起钳子将锁撬开。柜子里除了女儿的日记本，还有小时候我们手写给她的生日卡片、亲子项链、出游的票据等。看着被女儿珍藏着的回忆，我一直隐忍的眼泪在这一刻决堤。在老公的安抚下，我深呼吸，调整了情绪，
现在不是愧疚自己失职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失踪的女儿。在我的催促下，我们翻开了女儿的日记本。起初的日记里写的都是些日常琐碎、生活烦恼、少女心事之类的。越往后看，文字越短，但我们的心也越沉重。2021年4月1日，这是老天给我开的玩笑吗？我尊敬的李叔叔，他居然是这种人。2021年4月7日，他又来了。我觉得我好脏，被他碰过的地方就如火烧一样疼。2021年4月14日，我要不要告诉爸妈他对我做的这些事呢？算了，别让他们担心了。2021年4月21日，他出现的越来越频繁，对我做的也越来越过分。他说是因为太爱我，但世界上真有这样让人痛苦窒息的爱吗？2021年4月28日，我要崩溃了。他说我爸妈帮他对小姨做过同样的事，就算我告诉爸妈，他们也会帮他。我该怎么办？日记到此戛然而止，最后一页上被女儿重重地画了许多个问号，那力度透过纸背，狠狠地刺痛着我们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老公一拳重重地打在桌上，双眼发红，恶狠狠地咬着后槽牙。他李胜天全家，他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，他对女儿性骚扰的他，给女儿洗脑孤立自己的他，就是我们认识多年的挚友，老公的甲方，富二代李胜天。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，整日寻花问柳的惯犯。我怎么会对他掉以轻心？怎么能对他毫无防备，让我妹妹温良的事在女儿身上重演？报警！我要报警！让警察把这个王八蛋抓起来，阉了他，判死刑。一想到女儿经历过他在日记里写的事，我就心如刀绞，痛不欲生。我右手不受控制的发抖，试了几次，根本无法解锁拨号。小姨她才18岁，刚刚成年，这个畜生怎么下得了手？我擦干屏幕上的眼泪，稳住心神拨出110。刚接通时，被一旁沉默许久的老公挂断。不能报警，当初的李胜天，我们不敢得罪，现在的他，我们更惹不起。老公的话就像一盆冷水泼向我，浇灭了我的愤怒，也浇灭了我的希望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出了这种事，小姨怎么办？我用牙缝里的声音质问她。为了女儿的名声，这种事我们只能吃哑巴亏。我去找她谈，说不定她知道小姨会去哪里。老公说完，将女儿的日记本塞进包里，起身准备换衣服出门。我觉得不对劲儿，挡住她的去路，质问她，去找她谈。你是去要封口费吧？想着又能赚一大笔去赌博是吧？姓周的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这是你亲生女儿，你是孩子的爸爸。潘蓉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脑子里装的都是玻尿酸吧？你也不想想，李胜天，我们惹得起吗？他紧抓着我的双臂摇晃，试图让我认清现实。对我们来说，最好的选择是找到女儿，让她多赔点钱，我们搬家。周周满脸破罐子破摔的样子让我厌恶。他见我张口还想反驳什么，顺势将我推倒在沙发上，冷冷地嘲讽道：“碰上这样的事，你不是很熟练吗？那温良还是你妹妹，你不是照样将她推向火坑？她算是什么妹妹？她就是异父异母组合家庭的拖油瓶而已，她怎么能跟亲生女儿比？”时隔多年，提到温良的名字，我还是如同被踩到尾巴的猫一般，
敏感且具有攻击性。我不管你怎么谈，反正你要把女儿给我带回来。我冲着老公离去的背影大喊，似乎只有这样，才能把心底那些尘封多年喧嚣的声音盖过。女儿失踪后14个小时，正当我在家坐立难安、度分如年的时候，咔嚓一声，门被打开了。听到声音，我赶忙冲到门口，直接越过周周往后看。走廊里除了他的影子外，再无其他。女儿呢？你去了这么久，怎么没把女儿带回来？焦急的我，拳头与声音一同落在他身上。嘶！被打到痛处的老公猛地侧身，我这才抬起头，发现出门时还好好的他，现在不仅衣服多处被撕破，脸上还多了好几块青紫的印子。从他颓败的表情与受伤的情况来看，他与李胜天的谈话非常不顺利。是价格没谈拢，还是他提了什么过分的要求？你愣着干嘛？赶紧给我找点儿药啊！见我呆望着他，他没好气地冲我撒火。李胜天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，敢做不敢认，还说老子想钱想疯了，拿自己女儿的清白来敲诈他。他有没有说小姨的下落？可能去了哪里？说个屁！他根本不承认自己做过什么事，不仅羞辱我，还让人打了我一顿。老公他骂骂咧咧地脱下衣服，露出身上青紫的伤痕。等我上药，可我心里只关心女儿的消息，敷衍地给她喷着云南白药，继续追问他们谈话的细节。李胜天微信不回，电话挂断，老公在他公司前台等了2个多小时，才等到接受完优秀企业家采访的他。笔挺的西装，金边的眼镜，极白极瘦的李胜天看起来像一个弱不禁风的斯文人。你绝对无法将他跟暴力、虐待、冷血等词联系起来，只有熟悉他的人才知道，这羸弱的身体里住着一只嗜血暴虐的野兽。老公拦住他，说明来意后，他先是否认，再是冷笑嘲讽。被刺激的老公恼羞成怒，拿出女儿的日记，追问女儿的消息。李胜天很不耐烦，让保镖把他教训了一顿，然后将他摁在地上。李胜天拿着高尔夫球杆做瞄准状，十分不屑地说：“别给脸不要脸，玩一次就要养你们家一辈子，真把自己当我姐夫了。”李胜天说完这句，便作势狠狠地挥杆。一个空杆过后，他居高临下地看着被吓尿了的周周，大笑着踩着他的胸口离开。畜生！你不知道他看我的眼神，仿佛就是在看一只狗。老公回想起被李胜天羞辱的经历，越说越气。尊严丧尽的他，双手捂住了脸颊。那你还有办法吗？我无力又带有一丝嘲讽般问他。老公像是被我戳到了肺管子，他直接站起身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他以为自己真能只手遮天，为所欲为吗？侵犯我女儿在先，羞辱我在后，这个仇老子一定要报！”似是下定了决心，他转身从保险柜里拿出了一个文件夹。老公与李胜天合作了多年，围标、贿赂、不正当竞争等事儿没少干。大家都是商海里混的人精，不多个心眼留个后手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文件袋里装的是他跟李胜天围标的资料，就这点料肯定搬不到李胜天，但可以卖给跟李胜天竞争的其他公司，给他使绊子的同时还能赚点钱，简直是一举两得。只是这样做，等于跟李胜天直接撕破脸，断了以后的财路，甚至会断了自己的生路。
但兔子被逼急了都会咬人，更何况是受到这种奇耻大辱。银行卡到账80万元。女儿失踪后18个小时，握着手机等待女儿消息的我们，收到了竞争公司的打款，却完全开心不起来。提心吊胆一夜未睡的我们，眼睛布满了红血丝，脸色发青，毫无生气。尽管得到了中间人的保密承诺，但联想到李胜天的种种残忍事迹，本就后悔一时冲动出卖李胜天的老公，在收到钱以后，还是越发不安，烟一根接一根，熏得人发慌。要不我们把钱退回去？我去求求李胜天。房间内的氧气仿佛要被他的烟耗尽。本就因为没有女儿消息心焦的我，呼吸越发困难，甚至有些恍惚。在要命求饶还是要面子硬撑之间分析利弊的老公，被一通电话打断了思路。周周，你自己一个人，30分钟内赶到城南路37号。如果你不在意家人的死活，可以不来或者报警。自己考虑。倒计时开始。不等老公回话，电话便被挂断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祸不单行说的就是我们。是我们最近得罪了什么人？还是出卖李胜天的事情这么快就被发现了？思来想去，我们最近得罪的人，最有可能报复我们的人，也就只有李胜天了。现在直接跟他认错求饶还来得及吗？直接报警？还是不去？怎么可能？我们根本不敢拿家人的生命冒险。老婆，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外面找了，你在家继续等女儿的消息。如果我去了以后2个小时没回电话，你就报警来救我。平日里贪生怕死的老公鼓起了莫大的勇气，准备赴这场鸿门宴。他刚出门又折回，像交代后事一般叮嘱我：如果我出了什么事，你千万别冲动，别去找李胜天。找到女儿后离开这里，不准改嫁给他找后爸。气氛正煽情时，突然一句改嫁、后爸什么的，让我觉得好笑又心酸。女儿、老公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2个人，他们在1天内接连出事。我实在不敢想他说的如果成真，我该怎么办？但至少可以确信的一点是，如果李胜天真要赶尽杀绝，那我多年前留下的证据也能跟他拼个鱼死网破。若不是对方限定了时间，老公这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做派，还能拉扯个半小时。目送他出门后，仿佛也送走了我最后一口气。我整个人瘫倒在沙发上，右眼皮跳个不停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，这可不是什么好预兆。上帝、如来、观音菩萨，无神论的我对着各种神许愿，只希望女儿跟老公可以平安归来。自女儿不见后，我除了喝几口水以外，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，高强度紧张的精神让我身心俱疲。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房间，望着门外出神，一丝丝风吹草动都能让我如惊弓之鸟。反复查看门外手机是否有消息。叮咚门铃的响声在我脑海中如同惊雷一般炸开。我顾不上穿拖鞋，光脚跑到门口。我满心期待是好消息，但偏偏事与愿违。门外空无一人，门把上挂了一个精心包装的礼盒。我试探着走到电梯口，喊着老公的名字。回答我的只有频闪的感应灯。似是有些预感，右眼皮又开始瞎跳。手抖的我将礼盒的丝带拆成了死结。一气之下，我直接将盒子扯开。
一根带着婚戒的无名指从盒子里掉了出来。女儿失踪后20个小时。我左手拿着女儿失踪前留下的便利贴，右手拿着老公失踪后被送来的断指。靠坐在客厅地上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女儿因为不堪被李胜天性侵而离家出走，老公去找李胜天对峙，被羞辱后出卖了她。没多久就被神秘电话叫走，随即失联。然后我就收到了断指。这一切事件都因李胜天而起，这一切也一定是他李胜天的杰作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威胁？警告？撕破脸？还是他已经知道我藏着的秘密？如果华佗在世，重阳都被医治。最近女儿迷上了刘畊宏健身，每晚都拉着我手直播运动，做刘畊宏女孩。甚至把我的手机铃声都改成了跳操的 BGM《本草纲目》。老婆，救我！电话里老公的惨叫声让我瞬间清醒了一些。手机险些从我出汗的手心里滑落，我稳住心神，双手握住手机，询问他的情况、位置。电话里回答我的是一个清冷的女声：潘蓉蓉。如果想要救你老公跟女儿，给你1个小时的时间赶到爱美丽美容会所。你大可以报警，如果你想替他们收尸的话。你是谁？是李胜天的人吗？你要钱我给你，多少钱你说个数。我都想办法凑给你。只求你千万别伤害我女儿，放过我老公好吗？求求你了。由于长时间没喝水，又加上收到断指后的尖叫，我说话时嗓子涩得生疼。对方不顾我声嘶力竭的哀求，冷笑一声，便挂断了电话。等我回拨过去，电话变成了空号。我从通讯里翻出李胜天的电话，我想拿我手里的秘密跟他换我女儿和老公的安全。可每次电话里提示的忙音都在告诉我，我的号码已经躺在他的黑名单里，根本联系不上了。是去听那个女人的话，去爱美丽，还是去李胜天公司直接与他当面对质？或者两者都不管，收拾值钱的东西赶紧逃？内心里冒出这个自私的想法后，便再也打消不掉了。正当我犹豫不决时，手机叮的一声，短信里提示我收到了一段视频。这段视频显示，我老公和一个戴着面具的女人，在一个豪华包厢内，两人面对面坐在赌桌前。周周爱赌博，我是知道的。城南路37号是一个由废弃仓库改建的高端地下赌场，老虎机、21点、牌九等一应俱全。平日里爱赌的周周，经常送大客户来这里玩。手痒时，他也会跟着玩几把，输多赢少的他被称为慈善赌神散财童子。我跟你赌3局，赢了你带走女儿，输了就把命留下。明明是炎热的夏天，但这个女人冷漠的声音，让周遭的温度降了好几度。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小姨呢？我要看到女儿在跟你赌。视频是从女人的背后拍摄，根本看不清她的样子，但却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。爸爸。包厢内的电视突然亮起，画面显示，女儿被关在一个仅有台灯照明的房间内，被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。女儿只出现了3秒，喊的这一声爸爸，让我整个人活了过来。至少女儿还活着，至少她还是完整无缺的。女儿，你看到了，我们的赌局要开始了。女人拍手召唤服务生进入包厢内，将骰子、扑克、牌九、麻将、签筒放在了桌上。第1局赌你的公司，
第二局赌你的财产，第三局赌你的命，刺激吗？女人大胆的提议，让坐在她对面的我老公。惊讶中又带着兴奋。连赢3局根本不可能，你这是想要我死？因为紧张，老公的声音变得很尖锐。但他的问题显然让女人非常不高兴。呵呵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我确实想要你的命，但我这个人天生又很讲道理。赢1局100万，赢2局1000万，赢3局你带着钱跟女儿离开。女人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：当然，如果你运气特别好，想继续赌的话，金额翻倍，相应的代价也是翻倍。听明白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老公选了他最擅长的扑克、牌九、骰子，不可置信地连赢了3把。当女人将1000万筹码跟关女儿房间的钥匙，同时递到他面前，示意他可以离开时，只见老公毫不犹豫地将筹码放回赌桌，开口问：1000万翻倍是2000万吧？视频到此戛然而止。我脑海里回想着他说的最后那句话，久久回不过神，不敢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难怪常说赌桌上没有赢家，没有一个赌徒能带着钱离开赌桌。在巨大的诱惑面前，尝到了甜头的老公赌红了双眼，不仅输掉了公司财产，还输掉了安全带回女儿的机会，甚至还搭上了自己的手指。就当我以为眼泪已经流干时，一阵冷风吹得我满脸冰凉，才发觉不知什么时候我又泪流满面了。抬眼看了下时间，离他限定的时间只有半小时了。来不及仔细思索，我转身去房间内找出存折、首饰、旧手机等塞在包里，急忙往爱美丽美容会所赶去。女儿失踪后22个小时，我站在女人指定的房间门口踌躇不决，心里激烈地想着：如果我打开门后，她会提什么要求？我要怎么应对？如果也要断我的手指怎么办？现在抛弃一切离开还来不来得及？身后突然有人推了我一把，惯性让我撞开了房门。紧接着，我跌坐在地。我抬头盯着跟视频里同样的背影，全身冰凉。来不及了，脑海里突然冒出这个念头：别人喜欢的我要抢走，别人在乎的我要毁掉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你潘蓉蓉说过的话吧？女人背对着我，依旧用那冰凉的语调说话。我颤抖着，了一声回应：你更喜欢老公还是女儿？你最在乎的是自己还是他们？女人的话仿佛是恶魔的低语，让我喘不过气。她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桌上有3个密码箱，只有1个是空的，其他2个里面装的分别是关着你女儿，还有你老公房间的钥匙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你先选一个箱子，密码有3位数，你在脸上划1刀，我就告诉你一个数字，划3刀就可以开一个箱子。运气好的话，划6刀你就能带他们回家了。说完，他将1块镜子与1支匕首丢到我面前，又坐回了原处，敲着2郎腿，好不惬意，把让人毁容的要求说得好像恩赐一般。真是不知道要夸他一句变态还是神经病比较合适。我最喜欢、最在乎的就是这张脸了。从小到大，因为这张好看的脸，我受了不少追捧与优待，自然也格外爱惜。肉毒素、玻尿酸、美白针等能打的针，我针针不落。热玛吉、光子嫩肤、黄金微针等能做的美容项目，我个个都是花在保养上的钱能买几套房了。
就算是现在，将女儿跟老公的命摆在我面前，我也做不到毫不犹豫地拿起刀在脸上划。此时，我多少有些理解，明明已经拿到超出预期的奖励，还要重返赌桌的老公了。追求刺激的赌鬼，跟沉迷外貌虚荣的我，本质上我们是一类人。这是我们家的存折，我最贵重的首饰，还有我老公最贵的表、房产证，我都给你。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好不好？大家都是女人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我一股脑地将包里的东西翻倒在地上，将平时最爱惜的钻戒、项链全部摊开，希望能打动这个可怕的女人。就这，你打发要饭的呢？说到底，你还是更爱你自己，女儿老公死活都不顾，也要保全你这张脸。女人仍戴着之前视频里的口罩，她望着头发凌乱的我，捡起地下的匕首在我面前比划，似乎下一刀就会落到我脸上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告诉李胜天不要欺人太甚。你赶紧转告他，12年前他犯的事我存了录像，如果他不想上明天的新闻，就赶紧放了我们。我从包的夹层里掏出一个旧手机，将事先准备好的视频对着他播放。你别乱来呀，我备了一份在邮箱。如果30分钟后你不放我们，全省的媒体记者都会收到这个视频。你别想着杀人灭口啊，我也跟家里人交代了。如果我女儿24小时内还没消息，他们就会去报警的。我笃定他是李胜天的手下，如果他知道我手里有他老板的把柄，还不得赶紧联系他善后？但事实好像不是如此，女人的脸随着视频的播放越来越黑，我甚至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她隐约透出的杀气。你把这个证据藏着，就是为了今天来保命吗？你觉得就凭这个能保得住吗？女人越靠越近，直至将我逼到墙角，退无可退。啊！手起刀落，她在我脸上划出长长一道印子，皮肉翻开，血流不止。这是我清醒前最后的记忆了。也不知道昏迷了多久，我在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了。我隐隐作痛的脸提醒着我所经历的一切并不是噩梦。我环顾四周，这是标准的医院双人间。拉开隔帘，老公躺在隔壁病床上，望着窗外发呆。我叫了好几声才反应过来，小姨呢？我们被警察救了吧？小姨去哪里了？在我的追问下，老公回避我眼神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小姨她死了。”谁说的？谁干的？我要疯了！歇斯底里的我牵动了脸上的伤口，我险些再次晕过去。李胜天，女儿失踪后32个小时，女儿死了，我的女儿周怡死了，死在了李胜天开的总统套房床上。据刑侦支队的王队长说，他们接到举报电话，说听到酒店房间有惨叫声，于是出警去确认情况。他们在房间外敲门，无人响应，让酒店工作人员刷卡进入房间，发现李胜天因疑似注射过量致换季神志不清，而我的女儿则倒在一片血泊之中，衣衫不整，疑似被侵犯。医护人员赶到，把我女儿送去了医院。不过从医生的检查来看，可能李胜天意图侵犯失败，恼羞成怒杀人灭口。本来像这种人证物证齐全的案子会很快结案，
但清醒过后的李胜天不仅拒不认罪，还请了全国最知名的律师做无罪辩护。人渣，狗改不了吃屎！我狠狠地骂道：“王队长，你可千万别相信他，他就是个大骗子。他之前就侵犯过我女儿，昨天还绑架了她，砍了我老公的手指不说，还毁了我的容。你看我脸上这道，就是他手下的人划的。”我顾不得疼，拼命向他展示老公的断指，以及我脸上的伤疤，希望这些能够加重他的罪行，能顺利将他定罪。我们根据你老公的描述去调查了，李胜天他说没有派人抓过你们。你老公描述的那个女人，他们都说没有见过。你们提到的赌场、美容会所，都是以李胜天的名义开的包厢。但对证时，他仍不承认。王队长耐心地跟我们说明调查结果以及录口供的情况。听到李胜天的反应，我跟老公有些泄气地对了一下眼神。对呀，我们怎么忘了李胜天有多大的权势？多狂妄，才能不满足只手遮天？他要胜天半子呢？见我们情绪低落，王队长不忍心地宽慰我们，事情还没有定论，你们先养好伤，抓凶手的事就交给我们警察。只要他犯了罪，不管他是谁，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和审判。王队长的话像是给我们打了一针强心剂。我激动地握住他的双手，交代着这么多年来李胜天做过的违法事件。李胜天他还迷奸过我继妹温良，他还杀死了一个我妹妹的男同学，还颠倒黑白嫁祸给他。考虑许久，我终于还是将这个藏了12年的秘密说出了口。12年前，我妈跟温伯伯再婚了。那时我跟周周已经结婚5年了，小姨才4岁。温伯伯有一个18岁的女儿叫温良，良是他去世母亲的姓。她长得非常漂亮，能让女人忘记年龄、忘记身份的羡慕、嫉妒、恨，能让男人一见钟情、再见倾心，并激发强烈的占有欲。妒忌她美貌的我，想要占有她的李胜天。急需抱李胜天大腿等待投资的周周，在李胜天对我们许下投资承诺后，一向与他不和的我，以生日为理由将他骗到了 KTV。温良进到包厢后，发现只有我跟周周。他有些奇怪，准备打电话问我妈与温伯伯什么时候到。我们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，劝他坐下，便开始实施计划劝酒。推辞了几番后，察觉到不对劲的他，准备起身离开。这时，他被刚刚赶到的李胜天拦下，并灌了杯下了药的酒。温良向我们大声呼救，而李胜天不耐烦地对我们使了个眼色。我跟周周非常识趣地退出包厢，站在门外不远处把守。很快，包厢里传来温良反抗的尖叫。我努力别过头，不去听，不去想。跟了这个富二代，他也算是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这也不算一件坏事。我这样给自己洗脑。当我们走神之际，一个飞快的身影将门撞开，他一脚踢开了脱了半边裤子的李胜天，拉着衣不蔽体的温良往门外去。我还没反应过来时，周周先一步抡起啤酒瓶，砸在了那个见义勇为的男生头上，干脆将裤子全脱了的李胜天从裤子里掏出一把小刀，对着男生捅了过去。等我回过神来，现场已经被他们布置完毕了。这个男的迷奸了温良，李胜天见义勇为，这属于正当防卫。不管谁问你，都要这么说，清楚了没？周周见我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对我再三交代：你要记得，我们2个是帮凶，
他如果出事了，我们也没好下场。这样能行吗？温良他不会配合我们说谎啊。你怕什么？李少说了，他拿温伯伯的命要挟温良，他不敢瞎说的。此后，我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噩梦，梦里都是温良的尖叫，还有那个少年满脸是血的样子。证据充足，很快就结案了。正如周周所说，李胜天不仅全身而退，还获得了见义勇为的好名声，而温良在结案后便出了国。而那个被定为强奸犯的少年，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。你当时为什么不拿出证据，说出真相？听完后的王队长脸色沉重，专注的眼神让我心虚的低下头。当时我就想着，要是做完了，李胜天他不给我们投资怎么办？就大着胆子拿手机偷拍了一段。后来知道李家的权势有多大，要是让他知道我手里有他的把柄，肯定没什么好下场。所以就一直藏着，这一藏就是12年。王队长叹了一口气，收下我们给的证据便离开了。如果这一切是报应的话，那么要惩罚，要付出代价的应该是我们2个帮凶。无论如何，死去的不该是我们无辜的女儿。世上没有绝对的感同身受，只有你经历着他人经历过的痛苦，你才能够了解到当事人的绝望。当时的温良跟那个正义的少年，一定比我们现在更痛苦吧？在医院等待案件进展的日子格外难熬。终于出院时，接到了王队长电话，让我们到警局配合调查。审讯室内，王队长简单跟我们说明了目前案件的进展情况。周怡、温良的2个案件，他都拒不认罪，全国著名的律师组团来给他辩护，案件进展非常不理想。正当我们以为伸张正义无望时，王队长起身将那个戴口罩的神秘女人带了进来。老公先我一步拍着桌子大喊：“就是这个女人！她肯定是李胜天的同伙，快把她抓起来！”另一名警察同志将我老公摁回座椅上，让他不要过于激动。那个戴着口罩的女人反而十分淡定，走到我们面前摘下了口罩。我见到她的脸，终于知道当时那种莫名的熟悉感是哪来的了。长大后的温良已然脱了稚气，眉眼间有着温伯伯的样子。绑架我们的居然是他。他跟李胜天有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等我们开口询问，温良便自顾自地开始说起自己这些年的经历。他被送出国后，一直在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，长期睡眠不足、自闭、抗拒与人接触，非常容易受到惊吓，让他过得十分痛苦。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，让他试着去做一些公益，他紧绷的神经能够得到缓解。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，从孩子们、老人们的笑容中得到了一丝治愈。在治疗了一段时间后，他鼓起勇气，了解那个少年被定罪之后家里的情况。他叫方天明，是一名高3的学生，品学兼优，家庭和睦，原本有着无比光明的未来。但结案以后，死了的他被定为强奸犯，父母不堪忍受风言风语而离异，只有他妈妈不肯接受判决结果，一直在搜集证据上诉。查到这个结果，温良将自己关在房内绝食了3天。当他室友准备报警时，他从房间内走了出来。他一改以往抑郁的模样，一边读书做公益，一边打工，每月定时将钱打给方妈妈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他内心的愧疚。自温伯伯去世以后，他本不打算再回国的，
只是在半年前，账户里突然收到一笔大额转账，一查才知道，方妈妈将她这么多年来每个月打的钱全部退了回来。感觉到事情不对劲，温良买了最近一班飞机飞回国内。他多处打听才知道，这么多年来，方妈妈仍没有放弃为儿子申冤，一直搜集证据，找证人上诉，但一直没有效果，反而将家底赔上，一把年纪落下一身病。温良见到方妈妈时，医生说她已经进入临终关怀阶段了。他鼓起勇气向方妈妈为自己的软弱、逃避而道歉，没曾想被方妈妈的温柔所抚慰。本来已经做好挨骂，甚至是挨打的准备，却被方妈妈一句：“孩子，你没做错什么，不需要道歉。你也是受害者呀。”温良破防，泣不成声。送走了方妈妈后，温良整理了他手头上的证据，调查了李胜天跟我们的近况，决定从周怡入手。他以培训老师的名义接近周怡，熟悉后再透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曾经的遭遇。善良的周怡心疼温良，便答应配合他设局，逼我们拿出证据去指证李胜天。他答应周怡，只要我们愿意站出来指证他，他就不再记恨我们。于是，单纯的周怡在日记里写下了被李胜天性侵的经历，然后留言离家出走，让我们将所有矛头都指向李胜天。原本你该死在赌场，而你则会死在美容院。然后所有的证据显示都会跟李胜天息息相关。温良边说边用眼神扫过我们，似要看穿我们心底的阴暗。周怡是你外甥女，她是无辜的。你有什么冲我们来？为什么要害死她？虽然对她心存愧疚，但一想到是她害死了女儿，我就忍不住怒火。我对不起周怡，但如果不是周怡，死的就是你们了。温良不理会我，继续说道：原本的计划是周周去找李胜天对峙后被羞辱，他找到中间人出高价引诱他背叛，再将他引到赌场，让周怡看清父亲的本性。同样，在美容院我的行为也同步直播给了女儿。最后一步是温良将我存了12年的那条视频发给了李胜天，以我的名义将他约了出来。当时的案件无法让他定罪，那么他就将案件重演，真正的死在他面前，让他人赃俱获，无从抵赖。温良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顺便计划阉了李胜天。只是他没想到，察觉了温良计划的周怡会找过来跟他道歉。周怡说，虽然自己的父母自私自利、虚伪无耻，但他们仍是自己的父母。说完，他趁温良不注意，敲晕了他。然后，周怡拿着温良的手机和一把匕首，约了李胜天。在醒来时，就是你们看到的这样了。所以我们放了你们，回去祭拜了我爸妈，回来自首。当年的案件，如果是以单纯的强奸案，就已经过了追诉期。但是这个案件情节恶劣，里面牵涉了杀人、诬陷、迷奸等，是可以上诉重审的。只要你们出来作证，我们非常有信心胜诉。王队长这一番话，仿佛替我们打上了强心剂。只要能让李胜天认罪，我们一定竭尽全力配合。或许是我正义的决定打动了上天，我女儿周怡被救活了。他当时想趁李胜天不注意，直接杀了他。但是一个仅靠鼓足了勇气的女孩子，面对一个累累恶行的变态，是完全无法抗衡的。她被强行服下了致幻剂，但在完全失去意识之前，
捅伤了李胜天。经过短暂的厮打，李胜天的禽兽行径没能得逞。他在我女儿身上补了几刀，随后拨通了周周的电话，告诉周周，我女儿已经死了。万幸，她没有死。3个月后，迟到了12年的正义终于到来。李胜天以故意杀人、强奸、涉毒、贿赂等多项罪名被刑拘，充当他保护伞的官员通通被查处。而我跟周周也以协助犯罪、作伪证被追责。当然，12年前的受害者温良，在12年后被指控故意伤害罪。判决下来后，他没有上诉，直接去服刑改造。正义虽然迟到，但没有缺席。听说方爸爸知道判决结果后痛哭一场，从网上打印了一份，带到方妈妈跟儿子的坟前烧给了他们。我不知道方天明是不是能看到自己的冤屈被洗刷，见义勇为被证明，但我知道3年的刑期让我痛定思痛，悔不当初。对继妹的愧疚让我感觉生不如死。懂事的女儿让我自惭形秽。我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女儿，就像我女儿不需要拥有我这种本性难移的妈妈。再加上我已经花脸的面容，或许死亡是我最好的选择。对不起，